今天我們來聊聊中共中央軍委那幾張椅子。2022年10月的中共20大開完，那個房間裡一共擺了7張椅子，習近平做主席那一張，張又俠和何衛東做2張副主席，李尚福、劉振立、苗華、張生民做4張委員，他們並不弱。張又俠打過1979年的中越邊境戰爭，是這7個人裡唯一真的上過戰場的。何衛東從東部戰區司令員直接越級跳上副主席，被外界看成对台事務的头號操盘手。苗華管全軍政治工作，等於管全軍的升遷。李尚福管過整個軍隊的裝備採購，劉振立管聯合參謀部，等於管全軍的作戰指揮。張生民管軍紀委，等於管全軍誰該被查。7個人，7個方向，這一度被吹成中共建政以來配置最完整的一屆軍委。可為什麼偏偏到了2026年8月的今天，這7張椅子上還坐着人的只剩下2張。2023年10月，李尚福那張椅子空了；2024年11月，苗華那張椅子空了；2025年10月17日，中國國防部一口氣公布9名将領被開除黨籍軍籍，何衛東那張椅子也空了。2026年1月24日，國防部再發一次通報，張又俠和劉振立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立案審查調查，2張椅子同一天一起空掉。所以這到底是一場反腐還是一場清場？7張椅子被搬走5張，剩下的人靠什麼指揮全軍？而最可怕的是，搬走到今天，居然没有人敢把新的人放上去做。所以這一支影片我們不數飛機，不數導彈，我們只數椅子，哪一張被搬走？什麼時候搬的？誰宣布的？搬走以後那個位置空了多久？最後又是誰被放上去做？你會看到一件很反直覺的事，被搬走的椅子固然嚇人，可真正讓那個房間睡不着的是那幾張至今空着卻沒有人敢坐上去的椅子。而在這批空椅子的最後面，還藏着一張從2022年起就一直擺在那裡卻從來沒有人坐過的椅子，那一張才是這整出戲真正的謎底。時間回到2022年10月，我們先把椅子擺好。20大結束那一天，中共中央軍委的名單公布，7個名字，7張椅子。當時所有觀察家都在說同一句話，這是一個為某個時間點準備的班子。哪個時間點？2027年，建軍100年。這一屆軍委從第一天起就是為那一年擺的，你說壓力大不大？那一年是1927年南昌起義的100周年，也是官方一直在講的建軍100年奮鬥目標的截止線。換句話說，這7張椅子不是隨便擺的，是為了一場大考擺的。這個副本的通關期限就寫在那裡，全軍都看得見。可誰能想到，離期限還有5年的時候，椅子先開始一張一張不見了。這裡要先解釋一個參數，不然後面全部聽不懂。中共軍隊有一條核心規則，叫軍委主席負責制，意思是全軍所有重大事項，最後拍板的只有軍委主席一個人，副主席不是共同決策者，是執行者。所以這7張椅子在制度上根本不是7個人分權，是1個人決定，另外6個人分工。這一點請你記牢。等一下官方對某個人的定性，你猜會砸在哪一條規則上？那歷史上有沒有軍委副主席被搬走過？有，而且不止一次。2014年6月30日，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被開除黨籍，隔年3月15日在開庭之前病死，最後不起訴。2015年7月30日，另一位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被開除黨籍，2016年7月25日一審判无期徒刑，一個死在開庭前，一個關到死。這張椅子的歷史記錄一點都不好看，可這一次跟那2次一樣嗎？不一樣，而且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徐才厚和郭伯雄是上一個版本留下來的人，他們被搬走的時候是新版本在清理舊版本，這種劇情觀眾看得懂。而這一次被搬走的5個人全部是2022年親手擺上去的，這是什麼？這是版本更新，自己吃自己。我們先介紹坐在第一副主席那張椅子上的人，張又俠，1950年生，陝西渭南人，父親是開國上將張宗遜。張宗遜和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同樣出身陝西渭南。1947年在西北野戰軍共事，一個是司令員，一個是政委，2家人被外界稱作世交。你說這種底子硬不硬？所以這位是什麼配置？紅二代血統，開國上將的兒子，真的打過1979年中越邊境戰爭，從13集團軍軍長一路做到瀋陽軍區司令員、總裝備部部長、中央軍委装備發展部部長。2017年進政治局兼軍委副主席，
2022年連任。這種履歷點滿的號，我們給他起個綽號吧，就叫滿級號。滿級號有多滿？在2022年那7個人裡，只有他一個人真的在戰場上開過槍。全軍上将裡，實戰經驗這一欄能填東西的，數來數去就那幾個。滿級號的勳表滿滿一排，年資最老，輩分最高，父輩和最高領導的父輩是戰友。這在那個系統裡等於什麼？等於一張沒有人敢動的椅子。至少大家當時是這樣想的，想都不用想，誰會去動一張連血統都對得上的椅子呢？可是這個副本的第一次版本更新來得比誰都早，而且不是從軍委開始的，時間來到2023年7月，火箭軍那條線先斷了。當年7月底，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與政委徐中波雙雙被免职，換上王厚斌與徐錫勝。當時官方沒有給任何理由，就是換人。這種操作你在哪個國家看過？一支戰略導彈部隊，司令跟政委同一天一起換掉，還不解釋，這在任何國家都不是小事。可那時候大家還在猜是不是正常輪調，結果那一根線一拉，後面拖出來的是整條產業鏈。火箭軍那條線有多長？前後3任司令員全部出事，一支管着戰略導彈的部队，指揮層整批被換掉。這已經不是抓幾個貪官的層次了，這是整個副本重打。而更麻煩的是，李尚福在當國防部長之前是中央軍委装備發展部部長，管的就是全軍的裝備采購。採購那條線跟導彈那條線一接上，事情就從一個部門变成一個系統。這種級別的系統 BUG 補一個檔案補得完嗎？時間推進到2023年8月29日，那是李尚福最後一次公開露面，然後就沒有然後了。10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免去他的國防部長與國務委員職務。從上任到走人，總共207天。一個國防部長的保固期比很多人的手機還短，這你敢信嗎？7張椅子裡的第1張就這樣空了。從那一刻起，這個房間還完整嗎？大家有印象吧？那陣子的說法是他管過裝備採購，出事在採購。可官方到2024年6月27日才給出正式說法，他跟前一任國防部長魏鳳和一起被開除黨籍。注意這個細節，2任國防部長前後任一起被開除，這是什麼概念？就是這個崗位連續2屆爛掉。到了2026年5月7日，軍事法院一審宣判，魏鳳和與李尚福均判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死緩期滿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不得假釋。這是官方公告，白紙黑字。所以第1張椅子的下落我們是知道的，知道的非常清楚。請記住這個對照組，等一下我們會回來用它。接下來搬走的是第2張。時間來到2024年11月28日，國防部發言人吳謙在例行記者會上宣布，中央軍委委員、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涉嫌嚴重違紀，停職檢查。這一次是官方發言人站着講的，不是傳聞。可他到底犯了什麼？官方講了嗎？苗華這張椅子為什麼重要？因為他管的是政治工作部，白話講就是全軍的人事與升遷，誰能當將軍，誰能上位，誰的檔案沒問題，走的都是他那條線。所以他一倒的不是一個人，是一整片人。你說這要清多久？我們換個講法你就懂了。在這個系統裡，管採購的出事賠的是錢，管人事的出事賠的是名單。他手上那條線經手過的每一個升遷案，事後都要重新看一遍。這不是查一個人，這是回頭把整個資料庫掃描一次，要掃到哪一年。而苗華這個人本身也有故事，他1955年生，福建人，早年在31集團軍當政委，那支部隊駐地就在福建，後來一路做到海軍政委、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這種履歷在外界眼中代表什麼？代表他是被高度信任的人。可是最被信任的那一張椅子，居然是第2張被搬走的。信任這種東西，在那個房間裡值多少？後面的流程官方也走得清清楚楚。2025年4月30日終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2025年6月27日，14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6次會議免去中央軍委委員職務。從停職檢查到正式免職，走了7個月；從停職檢查到開除黨籍、軍籍，走了將近11個月。這個節奏很正常，很流程，很中共。請你也記住這個天數，等一下我們也會回來用它。於是7張椅子空了2張。可這時候還沒有人覺得天要塌，畢竟一個管採購的，一個管人事的，這種位置在哪個大公司不出事？大家都覺得副主席那2張總是穩的吧？穩嗎？
時間來到2025年3月，全國兩會結束以後，何衛東就從公開場合消失了。我们得說一下何衛東这張椅子有多離奇。這個人1957年生，2019年才當上東部戰區司令員，2022年20大直接越級跳上中央軍委副主席兼政治局委員。什麼叫越級？就是他沒有先當過軍委委員，一步登天。這在解放軍的升遷邏輯裡是極罕見的操作，等於直接把號從普通角色刷到滿級。所以外界當時怎麼看？很簡單，這是一張為特定任務量身打造的椅子，他管過的是東部戰區。東部戰區對着哪裡，你我都知道。當時多少分析文章把它寫成頭號操盤手，寫得斬釘截鐵。現在回頭看，那些文章還在嗎？這裡有一個很值得停下來想的地方，越級提拔在人事上是一種強訊號，意思是我不走流程，我就是要你。可反過來看，越級上來的人在系統裡是沒有根的，他沒有一路熬上來累積的人情，也沒有同一梯的人幫他擋，所以他坐的那張椅子看起來最高，其實最薄。你敢坐嗎？你算一下這張椅子的實際使用時間，2022年10月坐上去，2025年3月人就不見了，滿打滿算2年出頭。一張為特定任務量身打造的椅子，用了2年就搬走，這個副本的版本更新頻率是不是太誇張了一點？而從2025年3月到那一年10月，整整7個多月，一個政治局委員，一個軍委副主席，就這樣憑空消失。這麼大一張椅子空着，官方連一個字都沒有說，這是多麼詭異的存在。然後就是那一天，時間來到2025年10月17日，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張曉剛一次公布9個名字，全部開除黨籍軍籍。這9個人是何衛東、苗華、何鴻鈞、王秀斌、林向陽、秦樹同、袁華志、王厚斌、王春寧。我們把職務念一遍，你就知道這一刀砍到哪裡了。何衛東是中央軍委副主席，苗華是軍委政治工作部前主任，何鴻鈞是政治工作部前常務副主任，王秀斌是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前常務副主任，林向陽是東部戰區前司令員，秦樹同是陸軍前政委，袁華志是海軍前政委，王厚斌是火箭軍前司令員，王春寧是武警部隊前司令員。副主席、政工、指揮、陸軍、海軍、火箭軍、武警，一刀砍滿整張地圖。有沒有發現一個很好笑的地方？王厚斌是誰？就是2023年7月接替李玉超，被派去收拾火箭軍爛攤子的那個人。當年他是去搬別人椅子的，結果2年多以後，他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同一份開除名單上，這是不是快了一點？這就是這個副本最冷的規則，搬椅子的人最後也會被搬走，上一批的清算者就是下一批的名單。趁你病要你命這件事在這裡是循環的。你以為你在打掃戰場，結果你是在自己家門口被偷家，這規則狠不狠？官方對這9個人的用詞也值得念一遍：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涉嫌嚴重職務犯罪，數額特別巨大，性質極為嚴重，影響極其惡劣。5個嚴重排比一路砸下來，你能感覺到那個力度。2025年10月的那一天，7張椅子已經空掉3張，這時候還有人覺得穩嗎？現在問題來了，副主席剩1張人，委員也剩不了幾個，這個房間怎麼開會？2025年10月20日到23日，中共20屆4中全會給出答案，全會決定增補張生民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張生民是誰？1958年生，2炮系統出身，當過2炮政治部主任、軍委訓練管理部政委、軍委後勤保障部政委。2017年起擔任中央軍委紀委書記。看出來了嗎？這位一輩子做的事情就是查人，所以我們也給他起個綽號，就叫查水表的。4中全會之後，軍委回到一正兩副的格局，習近平當主席，張又俠和查水表的當副主席。可是你細想一下這個組合，會覺得後背有點涼。一個是全軍唯一打過仗的滿級號，一個是全軍查了快10年紀律的查水表的。這2個人開會的時候，誰在看誰？如果登入這個副本3選其一 ，A 你去當滿級號，履歷滿分，血統滿分，實戰滿分。B 你去當查水表的，一輩子拿着本子記別人的賬。C 你去當那些長期沒露面的人間蒸發組，官方一個字都不說，你到底在哪裡？你選誰？想都不用想，沒人這麼找虐吧？可歷史偏偏就給了答案。時間來到2026年1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發布通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
與中央軍委委員、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經中共中央研究，決定對兩人立案審查調查。滿級號被封號了，這一天發生的事情，用任何標準看都是核彈級的。一個從2017年就坐上去，做了8年多的軍委副主席，一個開國上將的兒子，一個和最高領導家族有世交關係的紅二代，一個全軍唯一真的打過仗的人，就這樣進了名單。而且不是他一個，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同一天一起進去。劉振立那張椅子是幹嘛的？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就是全軍作戰指揮的總樞紐。1964年生，1983年入伍，也參加過中越邊境作戰，是20大進軍委的人裡最年輕的那個。管指揮的和管全局的同一天一起被搬走，這個組合尤其要命。滿級號那張椅子管的是全軍往哪裡走，劉振立那張椅子管的是全軍怎麼動手，方向沒了，手也沒了，剩下的人拿什麼指揮？這也是為什麼從那一天開始，關於軍委運作出狀況的說法就沒有斷過。所以到這一刻，我們數一下，7張椅子，李尚福空了，苗華空了，何衛東空了，張又俠空了，劉振立空了，5張空着，還坐着的人只剩2個，習近平和查水表的。7張椅子的班子只剩2張，這還叫班子嗎？那陣子中國社群平台上流傳過一種軍委名單圖，名字被紅箭頭一個一個劃掉，最後只剩2個。這種圖是誰做的？根據什麼做的？沒有辦法查證，很快也被刪光了。可它已經傳出去了，刪得掉圖，刪得掉椅子上的空位嗎？我們把這件事放進歷史裡稱一稱。中共建政以來，軍委副主席被開除黨籍的，前面有徐才厚和郭伯雄。可是那2位出事的時候，軍委其他位置都還坐着人，機器是完整的。這一次不是，這一次是7張椅子被搬掉5張，一次搬光一整排。而且被搬走的順序也很有意思，先是管採購的，再是管人事的，再是管对台方向的，最後才是管全軍走向和管作戰指揮的。從錢到人到方向到指揮，一層一层往上撥，這個順序你要說是巧合也可以，可他撥到最後一層的時候，撥到的是那位滿級號。第二天，也就是2026年1月25日，解放軍報發評論員文章，這是我們能拿到的離官方口徑最近的東西，所以請你聽仔細。文章講了5個嚴重辜負黨中央信任，嚴重踐踏軍委主席負責制，嚴重助長腐敗問題，嚴重影響軍委班子形象，嚴重衝擊全軍團結。你發現這5句話有什麼特別了嗎？我們把它跟前面那批人的用詞放在一起比，何衛東那9個人，官方用的是涉嫌嚴重職務犯罪，數額特別巨大，那是錢的語言。可張又俠這5句，一句錢都沒提，沒提金額，沒提受賄，沒提行賄，整整5句話講的全部是政治，辜負信任，踐踏軍委主席負責制，衝擊全軍團結。這是什麼？這是把一個人的問題定性在忠誠這一欄，不是貪腐這一欄。你聽出這2欄的差別了嗎？隨後在1月31日和2月1日，解放軍報又連續2天在頭版刊文，強調要清除絆腳石，隨時準備打仗，3天連發。這在軍報的節奏裡叫做定調。所以官方到底想告訴全軍什麼？不知，絕對不知道。軍報這3天講完，那個房間就把嘴閉上了。從那之後，故事全部發生在門外面。而一塊地空着，最會長出什麼？草。從1月開始，各種說法就長滿了整個中文網絡。我們一條一條攤開來看，重點不是哪一條是真的，重點是每一條到底是誰講的。第一種說法是洩密說。2026年1月25日，美國《華爾街日報》有一則報道，指張又俠向美方洩露核武器核心技術數據。這是一家有信譽的媒體，可要講清楚，中國官方從來沒有證實過這件事。《華爾街日報》自己也是引述消息來源。大紀元專欄作者王友群在2026年8月1日撰文駁斥這個說法，理由是滿級號這種背景的人沒有洩密動機，所以這一條目前只能確認到有這麼一則報道存在，其他都不能確認。第二種說法最勁爆，叫政變逼宮說。2026年7月16日到17日，旅美獨立時評人蔡勝坤在自媒體節目和 X 平台上爆料，說張又俠已經承認有逼最高領導交權的計劃，還說在調查後期因為兒子被挾持才配合，甚至說這個計劃得到過一些老同志的支持。這個說法傳的整個華語圈都在轉，可是傳得廣就等於是真的嗎？
可是請你注意一件事，蔡申坤自己在同一段話裡明講，這些消息的真偽他無法證實，他只是轉述爆料。另外，前內蒙古官員時評人杜文也在自媒體節目裡說，有前中共官員爆料張又俠聯合劉振立準備發動政變，因為有人告密而未遂，一樣沒有任何一方拿得出可以驗證的材料。第三種說法反過來叫從輕發落說，這一條連是誰先講的都查不到，就是網絡上傳開的，說最後會保留軍級，只是降職。結果這一條被前面那批人自己打臉，蔡申坤和一個叫 Finding 的 X 賬號都撰文說這不合邏輯，應該參照魏鳳和與李尚福判死緩。所以我們現在的處境是什麼？同一個人，同一件事，有人說他泄密給美國，有人說他準備政變，有人說他會被輕輕放下，三個方向完全相反。這三種說法 A 泄密， B 政變， C 從輕，你信哪一個？而正確答案是目前公開資料一個都不支持，這就是這件事最讓人發毛的地方。還有第四種說法，比較安靜，也比較冷。中文評論圈裡有人推測，滿級號是職業軍人出身，真的打過仗，所以對某些軍事冒險的態度比較保守，因此和上面產生分歧。這個說法在邏輯上很順到很多人一聽就信。可我們必須講清楚，這一條連個具名的出處都找不到，也沒有任何一方拿出過可以驗證的材料。它好聽，可它就只是好听而已。四種說法擺在一起，你會發現一個共同點，每一種都在替官方的沉默填空。官方講了5句形容詞就不講了，剩下的空白全世界搶着幫他填。這是多麼熱鬧的一件事，也是多麼危險的一件事。現在我們來講這一支影片真正想講的那件事。前面所有的鋪陳都是為了問這一句。我們一直在問滿級號犯了什麼事，可我們問錯了，真正該問的是另外一句。2026年1月24日到今天，這張椅子被搬走了，可有沒有任何人告訴過我們他搬去了哪裡？沒有。截至2026年8月，中國官方對張又俠的公告永遠停在那6個字：立案審查調查。沒有開除黨籍的公告，沒有移送軍事檢察院的公告，沒有起訴，沒有判決，連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都還沒有被罷免。這一點是可以查證的。2026年6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公告，罷免14名官員的代表資格，裡面有前工信部長馬興瑞，有3名上將。可是張又俠不在名單裡，劉振立也不在名單裡，他們的名字到那一天為止還掛在軍隊武警部隊代表團的237人名單上。現在把對照組拿出來，苗華從停職檢查到免去軍委委員7個月，從停職檢查到開除黨籍軍籍11個月。魏鳳和與李尚福從開除黨籍到一審判死緩不到2年。何衛東那9個人從消失到宣布開除7個多月，然後一次講完，看出哪裡不對勁了嗎？可滿級號這一章從1月拖到8月，7個多月過去了，官方連第2句話都沒有講。這不是流程慢，這是流程停在那裡不動。所以攤牌這2個字真正的意思根本不是他會不會被判刑，真正的意思是有人到現在都還牌都不敢翻。境外媒體对這個停頓給了說法。2026年7月29日，大紀元與新唐人報道，引述3位消息人士，一位化名唐杰忠，一位是畢先生，一位是已退休的將領季先生。唐杰忠說，軍委指揮系統半年多來一團糟，甚至出現下達一份文件無人簽名的情況。季先生說，聽說已經結案，但什麼時候公布，他們舉棋不定。再強調一次，這是引述化名消息人士，官方沒有任何回應，我們無法證實。可是他至少解釋了一件事，如果案子早就查完了，那卡住的就不是證據，是決定。決定什麼？決定要不要補人。這就是我們藏到現在的那個謎底。你想想看，一張軍委副主席的椅子空着，一張聯合參謀部參謀長的椅子空着，加上原本就沒補的那幾張，外界推估2026年8月的時候，整個解放軍上將級的空缺大約有20個左右。這是看中國在8月7日的一篇分析引述的推估，不是官方數字，可方向大家都看得到。20個上將的位置同時空着，你想象得出那是什麼場面嗎？那為什麼不補？補人不就好了嗎？在一般公司，位置空了就是找人補上，這有什麼難的？因為在這個房間裡，補人不是補人。2027年是建軍100年，2027年下半年要開21大，在這個節骨眼上，你把誰放進軍委那張椅子，就等於在全黨面前畫出下一代軍權的繼承順位。補一個
等於提前告訴所有人誰有機會。所以真正被拆掉的那張椅子，從來就不是滿級號坐過的那一張，是那一張從2022年20大起就一直擺在那個房間裡，卻從來沒有人坐上去的椅子，接班人的那一張。2022年20大，最高領導第3次連任，沒有安排接班人，這是官方名單本身就能看出來的事實，不需要任何小道消息。4年過去，那張椅子還空着，而現在連旁邊那幾張本來坐滿人的椅子也一張一張被搬走了，那最後面那一張還會有人坐上去嗎？於是那個房間就变成一個很荒謬的場面，7張椅子，5張空的，1張坐着主席，1張坐着查水表的，而房間最後面還有1張從來沒有人坐過的空椅子，安安靜靜擺在那裡。4年了，這就是為什麼這一整年海外那些消息滿天飛，卻沒有一條能落地，因為要落地就要先決定那張最後面的椅子怎麼辦，而那個決定比查任何一個人都難。我們把這件事講得更白一點，在一個沒有接班人的系統裡，任何一個被提拔進軍委的人都會自動被全黨解讀成候選人，這不是那個人想不想的問題，是位置本身會替他說話，所以空着反而變成最安全的選項。空着没有人會誤會，空着沒有人會提前站隊，空着也沒有人可以在背後串聯，代價只是整台機器跑慢一點，機器慢一點跟名單提前外流，你選哪一個？可是2027年就擺在前面，建軍100年和21大這2個時間表都是自己定的，你不可能帶着5張空椅子走完那2場，所以這個題目最後會變成一道很簡單的算術，這條進度條讀得完嗎？好，謎底講完了，接下來我們數一數，現在還有誰站着？注意，是站着，不是坐着。先講那批最詭異的人，我們叫他們人間蒸發組。人間蒸發組的共同特徵是，本來該出現的場合忽然不出現了，然後就一直不出現。官方沒有說他們被查，也沒有說他們沒事，就是不說。那他們算被搬走了，還是還坐着？人間蒸發組到底有多少人？沒有人知道確切數字。2026年8月，有媒體整理過名單，把明確被查被免的和長期沒露面的加在一起，湊出47這個數字。這個數字等一下我們會拆開來檢查，因為它的統計方式有很大的問題。人間蒸發組最經典的案例就是何衛東，從2025年3月消失到10月17日官方宣布，中間整整7個多月，一個政治局委員憑空不見，全世界的分析師都在猜，可官方一個字都不講。等到終於開口的時候，是一次性宣布開除。所以在這個房間裡，沉默本身是有意義的。一個人的椅子還在名單上，可他已經很久沒有坐上去了。這種狀態叫什麼？沒有名字，因為官方從來不承認這種狀態存在。接下來講一個更妙的人，國防部長董軍。這位1961年生，海軍出身，2023年12月接的國防部長。可是很奇怪，他上任到現在，既沒有進中央軍委，也沒有當國務委員。2025年10月開4中全會，軍委補了查水表的，還是沒有他。前2任國防部長魏鳳和與李尚福都是軍委委員兼國務委員，這位不是，所以他是什麼配置？一個沒有椅子的國防部長，我們也給他起個綽號吧，叫站票房長。站票房長這3年過得怎麼樣？苗華倒了以後，外界傳過好幾次說他要被查。2026年5月，香格里拉對話他沒去，中共代表團層級跌到低點。6月他忽然出現在南非，又引發一輪猜測。可他到今天還在位子上，準確講，還在那個沒有位子的位子上，這是運氣還是設計？有人說站票房長是躲過了清洗，可用椅子的邏輯看，事情可能剛好相反，他不是躲過了，他是根本還沒排到椅子，你沒有坐上去，自然就沒有東西可以被搬走。在這個副本裡，打醬油居然是一種生存策略，你敢信嗎？站票房長是整支片最好的參照物，前2任國防部長都是軍委委員兼國務委員，有椅子，結果一個判死緩，一個判死緩。站票房長沒有椅子，結果他活到現在。如果讓你在這個副本裡選一個號來玩 ，A 有椅子有实權滿牌勳表的滿級號， B 沒椅子沒實權但天天上鏡頭的站票房長， C 連鏡頭都沒有，只在紀委名單上出現的人間蒸發組，你選誰？照這3年的結果看，答案居然是 B， 這是多麼卑微的存在，可他真的還在。站票房長還有一個地方很值得看，2026年7月底的建軍節招待會上，他還是站出來講話，口徑講得非常標準。一個沒有軍委席位的國防部長，
做的事情越來越像發言人，越來越不像決策者。這不是升官，這是崗位本身被降格了。所以外界一直在猜站票房長會不會在10月的5中全會補上那張椅子。照慣例，國防部長進軍委是很正常的事，可這3年已經證明慣例在這個房間裡不太算數。那還坐着的查水表的呢？2026年7月3日，張曙光晉升上將，出任中央軍紀委書記兼中央軍委監察委主任。這位長期在軍隊反腐系統，等於是查水表的接班人。按照慣例，軍紀委書記由軍委委員兼任，所以外界在猜，這是不是在為10月的補人做準備？你看出這條線的走向了嗎？現在唯一坐穩的副主席是紀委出身，新上來的上將也是紀委出身。整個軍委的重心從打仗的人滑向查人的人，從滿級號的時代滑向查水表的時代。這個轉向的意思很直白，以前在這個系統裡想往上爬，要有戰功，要有山頭，要有資歷，那叫捲。現在想留下來，靠的是檔案乾淨，口徑一致，少說話。這還叫軍隊的升遷邏輯嗎？換句話說，這個副本的通關條件被改掉了。以前拼的是誰打得贏，現在拼的是誰查不出東西。以前渡劫成功可以飛升，現在渡劫成功只代表你這一輪還在名單外面。至於那些原本被笑成混吃等死的角色，反而混成了幸存者。這種版本你敢玩嗎？好，接下來我們自己潑自己一盆冷水，而且要潑得誠實。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講的所有精彩劇情，一半是查得到的官方公告，一半是境外媒體與自媒體的說法。這兩種東西混在一起念，聽起來一樣有力，可他們的可信度差了108000里。舉個例子，2026年8月14日，有媒體整理出一份名單，標題寫47名上將接連落馬或失蹤，聽起來非常驚人吧？可是點進去看內容，這47人分2類，明確被查或被免職的是19人，另外26人只是長時間沒有公開露面。而報道自己就寫了，中共官方並未對上述所有人員的具體情況做出說明，長時間未公開露面並不等同於被調查。標題喊47，內文自己先打了對折。再舉一個，2026年8月5日，網友群在新唐人撰文統計，說今年上半年清洗了21名將軍，其中13名上將，4名中將，4名少將。可他自己也注明，只有張又俠和劉振立可以確定是在2026年1月下旬被立案審查的，其他19人的立案時間官方根本沒有公布，是從罷免公告回推的。所以那些嚇死人的數字很多是統計方法造出來的。這不是說作者在騙人，是說我們接收的時候要知道它是怎麼來的，一查嚇一跳，往往下的是統計口徑。同樣要小心的還有那些內幕爆料。前面講的文件無人簽名，已經結案只是不敢公布，兒子被挾持才配合調查，這些全部來自匿名或化名的消息人士，而且轉述的人自己都說無法證實。他們聽起來很生動，可生動不等於可靠。一個能被驗證的公告，價值遠遠高過10個講的繪聲繪影的內幕。我們自己也要承認一件事，這一整支影片裡真正硬的東西其實只有那幾份公告，通報的日期，發布的單位，免職的會議，判決的內容。其他所有的動機、內鬥、路線之爭，包括我們剛剛講的椅子邏輯，全部都是推論。我們數椅子數得很爽，可數椅子這件事本身也只是一種說法。推論可以聽，但不要拿去當結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反方意見，來自台灣2026年1月29日，國防安全研究院第937期，作者是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員兼所長洪子杰。他的評估跟境外自媒體很不一樣，他認為官方指控主要集中在政治忠誠、組織紀律與軍委主席負責制，重大決策與戰略規劃恐怕會延宕，可是指揮鏈仍然可以有效運作，對台的日常軍事活動應該不會出現顯著差異。翻成白話就是高層在地震，可下面的機器還在轉。這個判斷很掃興，可它很可能是最接近真實的一種。上面那幾張椅子空着，跟下面那幾十萬人每天照表操課是2件不同的事。人間蒸發組不見了，值班表還是照排。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開始就說這一支影片不述飛機不述導彈，因為那不是這件事真正的重點。這一段一定要講，因為預言類的東西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只挑會應驗的說。過去20年北京要政變，某某要倒台的預測不知道出過幾百次，絕大多數都沒有發生。我們今天講的這些椅子，有官方公告的那幾張是硬的，
剩下的推論全部都只是推論。這句話不好聽，可它比好聽重要。好，最後我們把時間軸推到終點。2026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10月在北京召開20屆五中全會。主要議程寫的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恆推進全面从嚴治黨若干重大問題。你有沒有覺得這個議程有點怪？五中全會照慣例是談規劃、談經濟的，這一次的主議程是從嚴治黨。這句話翻譯過來很可能就是處理人。外界因此預料10月這一場會有30多名中央委員被撤銷資格。同時大家都在盯一件事，那幾張空椅子10月會不會補？政治局現在缺3名委員，軍委缺5個人，補就等於畫出繼承順位，不補就是帶着5張空椅子走進2027年的建軍100年。再給你一個時間上的參照，20屆中央軍委的任期到2027年21大為止，也就是說，就算10月補了人，那些人也只做得到不到1年，然後又要重排一次。所以有一種說法是，乾脆不補，直接留到21大一次解決。這種算盤聽起來很合理，可它有一個代價。從2026年1月到2027年秋天，那就是1年半以上的時間，全軍最高決策層只有2個人在台面上。1年半，一個管全軍走向的機構長期只有2張椅子有人，這叫什麼狀態？這叫沒有名字的狀態。而2026年8月1日到15日，北戴河會議正在開。前內蒙古官員、时評人杜文引述體制內消息說，今年北戴河的核心議題之一是敲定2027年21大的部分高層人事，包括接班人序列，同樣要講清楚。這是杜文引述的說法。報道這件事的新唐人自己也寫了，中共黑箱政治下，北戴河消息向來真假難辨。至於21大會怎麼換人，目前唯一比較像樣的公開研究是2026年3月香港大學中國與世界治理研究中心的李成與杜朗發表的報告，題目叫2027的序章。他們預測21大會出現大規模代際更替，2/3以上的中央委員與候補委員會換人，這是學術機構的預測模型，不是內幕，也不是預言。所以我們最後回到那個房間，7張椅子，5張空着，2張還坐着人，房間最後面還有1張擺了4年，從來沒有人坐上去的椅子。10月要開五中全會，明年要開21大，明年也是建軍100年，時間夠嗎？滿級號被搬走了，可沒有人說搬去哪裡。人間蒸發組還在名單上飄着，官方一個字都沒說。站票房長還站着，因為他本來就沒有椅子可以被搬走。查水表的坐在第2把交椅上，而新上來的那位也是查水表的。如果讓你在10月的五中全會之前壓一注 ，A 那幾張空椅子會補上人， B 完全不補，一路空到2027年21大， C 補一半，補幾張比較不敏感的，把最敏感的那2張繼續空着。你壓哪一個？我壓 C。 可我也知道這種房間裡的事情從來不照外面的人的邏輯走。我們數了整整一支影片的椅子，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我們從頭到尾其實不知道那個房間裡到底發生過什麼。我們知道的只有幾張蓋了章的公告和一堆說自己也無法證實的傳聞。再講一次，那幾個真正硬的日期，因為別的都會過期，只有這些不會。2023年10月24日，李尚福那張椅子空了。2024年11月28日，苗華那張椅子空了。2025年10月17日，何衛東那張椅子空了。2025年10月23日，查水表的座上副主席。2026年1月24日，滿級號和劉振立那2張椅子同一天一起空了。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我們在門外面猜的。那麼那張最後面的空椅子最後會是誰坐上去？為什麼？不知，絕對不知道。只知道一件事，在那個房間裡坐得越高的人，椅子被搬走的時候聲音越小。滿級號那一張搬走的時候全世界都聽見了，可是搬去哪裡到今天都沒有人听见過任何聲響。我們在外面數了半天椅子，數到最後才想起來，我們連那扇門長什麼樣子都沒見過，卻在替一個看不見的房間排座位。也好，反正排錯了也沒人會通知我們。